嘿，今天玩玩具了吗？就算是预定的时候全额付款，但最后仍是被通知砍单呐、那结果居然是厂商把货扣去拿去溢价卖哦。本期来看看由万代出品的《Paprika 萨尔达传说：大师之剑》，登场于游戏作品《萨尔达传说》。游戏叫做《萨尔达传说》，但是绝大部分的系列作玩家操作的角色都不是萨尔达本人，而是一个穿着绿衣服叫做林克的角色啊。然后与魔王加农三者相爱相杀的故事，最后一句并不是真的。另外，看外盒的林克外形，可以推断本款的造型是取自王国之泪。大师之剑，各代游戏绝大多数都被设定为最强的武器，也是传说中的退魔之剑啊。具有强大的力量，而且有邪恶之心的人是无法碰触它。这把剑的神圣力量也常被拿来封印魔王之类的坏东西，但也因为剧情的需要啊，有时候就会断掉或是坏掉，作为推进故事的引导之一。整把剑的全长有105公分，虽然官图看起来散发着退魔的光辉哦，但实际上只有塑胶的感觉，毕竟材质就是塑胶嘛。不过还是有点重量的哦，含剑鞘大概就是这么重。剑鞘的金色涂装发色相当漂亮，蓝色的部分有一点可惜是塑胶成型色啊，但是并没有零件的水波纹哦。中间的三角质地涂装的金色颜色不太一样。上面一些宝石的点缀也都是涂装，可惜不是用透明零件啊。上方的皮带并不是皮带，而是塑胶，但是模具的外形跟涂装弄得很像是皮带。背面的部分还有预留空隙哦，方便 coser 来使用。剑刃有做珠光色的涂装，不过因为有一点亮啊，所以看起来就有一点焦。剑身中间同样是珠光色的涂装，颜色较剑刃的部分来得深。表层也有磨砂质感，摸起来相当不错。整把剑的涂装都很工整，没有看到有溢漆或是有缺角。中间的三角质地是浮雕，不是贴纸哦，它也不应该是用贴纸啦。剑格则是采用金属色泽的涂装，深蓝紫色的发色让整体的质感有所提升，多少有起到降低玩具感的功用吧。握把绿色的部分并不是用皮革，而是单纯塑胶模具涂装，虽然也是涂得相当不错啦，但如果这边是用真的绑带的话就更棒啦。不过本款的分膜线确实是相当明显哦，算是外形上很大的缺点。电池藏在握柄，为了好拆拔，前面讲的绑带就变得不可行啦。外盖移除之后，里面还有一层盖子要拆哦，吃2颗3号电池。本剑有发声机构，扬声器所在位置就在剑格里面啦，绝对是只有单声道，也绝对没有什么音质。开关在握柄的底部。外盖拆除后就会看到开关啦，有2种模式可以选用。一个点的位置是 BGM 模式，切到的时候会响起游戏里得到重大物品的音效声哦。2个点的位置是音效模式，切到的时候会响起游戏里大师之剑在闪烁的音效声。握柄上有3个按钮，一边是 A、B 两键，另一边是 C 键。本剑严选的8首历代萨尔达传说的 BGM 曲目就如表上所示。按 A 键就会从第1首开始播放啦，再按一次就会停止，但不是循环播放哦。你要播下一首，必须要再按一次 A 键。按 B 键则是会从第8首来开始播放，再按一次就会停止，但也不是循环播放哦。你要播上一首，就必须再按一次 B 键。至于 C 键，就是照刚才播的曲目再次播放，同样再按一次就会停止哦。但本剑我觉得更有趣的是音效模式啊 ，C 键按下去是会播放一首《王国之泪》里面的配乐，应该是看《龙之泪》回响时候的配乐啦。翻过来按 A 键就会是一般劈砍的音效，间隔久一点才按就会一直是第1刀的音效，但都是连续按的话就会是游戏里3连斩的音效哦，长按的话就会是集气斩，而且都有重现游戏里3段的机器哦。按 B 键则是发出剑气时候的音效，长按就会是子弹时间的连续斩击的音效哦。另外，一直连续按 A 键或是 B 键之后，就会切换成觉醒模式。觉醒模式下的 A 键3连斩跟集气斩的音效都会换成该模式下的音效哦。另外也可以听到本剑有支援震动啊，觉醒模式下它震得相当大力哦。
在继续按之后就会变为一般模式，然后 A、B 键连续按30下之后就会有破损的音效，也是还原游戏里以武器有耐久值的设定哦。会有15秒的时间，所有按钮没有功能，这点的还原相当的有意思。附属一座展示台，中间的 icon 没有涂装，有一点可惜啊。通常状态就是连键带鞘放在上面展示，支架有分方向要注意哦。将额外的支架装上去之后，就可以剑与鞘分开展示。诚如开头所说，我一开始是没有买到的，连去任天堂快闪店排队也没有买到，一气之下花了1倍的价格买现货啊！如此冲动，请大家不要学。这把大师之剑虽然整体胶感有一点重，安全性考量下水也不会太尖锐，但是整把剑的外形没话说，内建的 BGM 还有音效玩法都相当有趣，我是不后悔最后收了这一把啦。就这样，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拜拜。